今天的视频内容是城市风景组合，带您走进重庆、成都、川西，它们都是位于中国的西部地区。从霓虹灯闪烁的8地魔幻之都重庆，到街区古朴、生活悠闲的成都，再到自然风光美到窒息的川西，现代都市、古代街区、自然美景，重庆、成都、川西就是一趟完美的旅程。下面就一起来探索重庆、成都、川西这3个地区最美的地方。1、重庆，8地魔幻之城，重庆欢迎大家来体验。重庆是中国的4个直辖市之一，它的面积非常大，达到8.24万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更是有3190.47万人。从房子中间穿过的城市列车，手机导航在弯弯绕绕的道路上也迷失了方向。两岸高楼林立，绚丽迷人的灯光夜景，在重庆这座城市走路，就像在不停的爬山之中。正如人们给它起的另一个名字——山城。重庆的地貌就像是一座大山，站在大楼的第1层，却不知已经来到了第22层。重庆的美食一样令人着迷，虽然会被辣得头脑发晕，但却停不下来，越吃越上瘾。这次重庆的景点将会介绍18梯、洪崖洞、磁器口、老君洞、白帝城、瞿塘峡和重庆美食。18梯，重庆渝中半岛上半程与下半程连接的通道。上半程是繁华的现代都市，从教场口到解放碑步行街、洪崖洞和高楼密集的朝天门。下半程则是爬坡上坎的老城。踏足18梯，这里的街区风貌仿佛唤醒了脑海里的记忆。重庆60、70年代的样子，街道中心老旧的打水井，狭窄的小巷子错综复杂。焕然一新的18梯，融合了现代个性风格，也依然保留着那份深厚的历史味道。路依旧是那些路，阶梯两旁的房屋已经成了商铺。曾经的市井烟火气以更精致的方式呈现，在这里漫步一整天，享受老城里的悠闲。洪崖洞，重庆最著名的景点，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远远望去，洪崖洞就像一座金色的宫殿，镶嵌在悬崖峭壁之间。整座建筑依山而建，层层叠叠的吊脚楼错落有致，飞檐斗拱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古朴典雅。灯光从每一扇窗户中透出，与夜晚的黑暗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将整个建筑装扮得十分梦幻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那么的迷人。像洪崖洞这种风格的建筑是中国西南地区独特的传统民居构造，它们临水而立或依山而筑。从前的吊脚楼一般以茅草或杉树皮盖顶，一层养家禽和家畜，2层干爽通风而住人。在洪崖洞的内部，顺着楼梯一层层往上走，各种美食的香气扑鼻而来。从窗户向外望去，城市的灯光倒映在江面上，泛着粼粼波光，又是另一种美。磁器口，磁器口古镇原名叫白岩厂，后来在清代这里的瓷器产业兴盛，于是改名叫磁器口。这里也是老重庆的缩影。磁器口古镇以磁器口正街和横街为轴心，42条巷道像树枝的样子向各个方向延伸，
在当年繁华的时候，人们曾经留下“白日里千人拱手，入夜来万盏明灯”这样的民谣。一条石板路，千年瓷器口，熙熙攘攘的街巷，商铺的吆喝声，干香酥脆的麻花， Q 弹爽口的千张皮，红彤彤的辣子鸡，毛血旺，糍粑，奶茶，咖啡，琳琅满目的美食让人垂涎欲滴。石砌的墙壁爬满了浅绿的青苔，宝轮寺香烟袅袅，飘着淡淡的香气。在这处闹中取静的地方，看着这些尽显层次感的古朴建筑，心情不知不觉间宁静下来，变得舒缓愉悦。老君洞，或许您已经在重庆游玩了很多天，常常被迷宫一样的道路搞得晕头转向，迷失了方向。那就来老君洞吧，登上这里，一览这座8地魔幻之城的全貌。据资料记载，老君洞这座道观已经有1000年历史。最初它以石洞为殿，祭祀大禹之妃涂山氏。老君洞的建筑全是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，红墙黛瓦嵌在绿树间，远远望去，像极了武侠小说里的修仙之地。走上平台，终于看到了这座魔幻之城的全貌，视野再也没有了遮挡。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来福士，横跨江面上的东水门大桥，密密麻麻的一栋栋高楼，郁郁葱葱的南山植物园，一幅山城画卷就展现在了眼前。白帝城、瞿塘峡，李白的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绝美诗句。著名的刘备托孤故事也是在这里发生的，绝美的风景和丰富的人文历史让这里成为了著名景点。白帝城、瞿塘峡地处长江三峡西入口。瞿塘峡全长8公里，是三峡中最短、最窄、最险的一段。峡谷陡峭，汹涌的江水在峡谷底部发出隆隆声。2008年，三峡大坝蓄水高度至175米后，瞿塘峡变成了眼前的高峡平湖。赤甲山和白岩山崖壁如刀削，分立在南北两岸，如同一扇欲关上的大门。拿出钱包里那张10元的人民币，您会发现印在10元背面的图案就是这里。夔门天下雄，翠绿的树木掩藏了一些锋芒，但大自然用亿万年时光雕琢出的极致震撼，这种震撼从您踏入峡谷的第一秒就扑面而来。重庆美食，能吃辣、喜欢辣椒味道的人在狂欢，不能吃辣，您的身体准备迎接挑战吧。重庆的美食，火锅无可争辩地排在第1位。一口翻滚着厚重牛油、铺满花椒与辣椒的汤锅便是开始。食材种类丰富多样，三件套、毛肚、鸭肠、鸭血是火锅的必备食材。肉质鲜美的现切牛肉片、虾滑、丸子、素肉、土豆，再去亲手调配一碟适合自己口味的蘸料，享受一场酣畅淋漓的美食。2. 成都，2147万的常住人口，距离重庆大约300公里，乘坐高铁1.5小时即可到达。这是一座十分适宜生活的城市。您记得这个宝贝动物吗？摇头摆臀、萌态可掬的样子。成都是大熊猫的家乡。喝喝茶，聊聊天，搓2盘麻将，这里的人们擅长经营悠闲自在的情调生活。成都这个名字一直沿用着，已经2500年没有改过。它既优雅安逸、复古又带点儿颓废的浪漫。正如本地人常说，成都来了就不想走。
这次成都的景点将会介绍宽窄巷子、人民公园、春熙路、太古里、都江堰中华大熊猫院和都江堰景区。宽窄巷子，来成都怎能不逛一逛宽窄巷子呢？来到成都不来这里，就好像到了北京不参观故宫和长城。青砖灰瓦的老城样貌，宽窄巷子由宽巷子、窄巷子和井巷子3条老式街道和它们之间的70多座四合院组成。宽窄巷子是清朝遗留下来的规模较大的成都古街道。康熙57年，清朝廷派官兵平息叛乱后，四川提督年羹尧按照清制修筑满城，宽窄巷子便是满城的遗留部分。青砖墙、灰瓦顶、木格窗，檐角微翘，最喜欢清晨时候的宽窄巷子。此时行人稀少，宽巷子安静的犹如一个古老的书斋。闭着门的商铺和四合院大门，院落门楣上的雕花依旧，爬满藤蔓的墙壁。清晨的微风从巷子里吹来，慢慢的沉浸在了这片古朴世界里。成都人民公园。成都的人民公园与中国其他城市的公园有些不一样。成都人喜欢摆龙门阵，四川方言龙门阵指的是聊天或讲故事，茶座是摆龙门阵的主要场所。成都人民公园汇集了成都最经典的茶座，这里环境优美，3、5个朋友聚在一起凑成一桌，盖碗茶、点心、小吃，聊天、打牌，大家在这里一坐就可以是一个上午。神秘的川剧变脸，伴随着急促的锣鼓声，一张张色彩斑斓的脸谱在瞬间变换，一个挥手，一个转身，快如闪电的变脸技巧让人惊叹不已。装满开水的铜制长嘴壶在茶艺师的手中跳跃，高山流水，怀中抱月，大鹏展翅，漂亮的动作行云流水，滚热的开水顺壶嘴而下，精准无误地落入盖碗之中。高大的老树，湖中荡漾的小船，跳舞唱歌，在成都人民公园真真正正体验到了成都生活的那份悠闲自在。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享受着这份快乐。春熙路、太古里，这里是成都的繁华商圈，充满时尚与活力。站在路口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，不禁回想到人民公园大概就是成都的 A 面，春熙路、太古里就是成都的 B 面。高楼林立，街道宽敞整洁，现代又时尚。那只歪着脑袋、撅着屁股爬楼的大熊猫，憨态可掬，与周围的时尚建筑形成鲜明对比，吸引着大家拿出手机拍照留念。超大 LED 屏上播放的逼真动画，灵活的大蛇仿佛从屏幕里爬了出来。繁华街区里的古大圣慈寺，它始建于魏晋，兴于唐宋。唐玄宗赐名题匾，玄奘法师从长安到成都，在这里学习佛教经论。与太古里仅1墙之隔的古大圣慈寺，墙外是玻璃幕墙的时尚潮流，墙内是梵音袅袅的禅意世界，古典禅意与现代摩登再次产生了奇妙的融合。夜晚的春熙路、太古里，灯光璀璨，古建筑与现代灯光相互映衬，走在这里，宛如行走在一座开放式的、充满设计美学的城市艺术馆中。都江堰中华大熊猫院，来了成都，一定不要忘了去看一次大熊猫。
成都是大熊猫的家乡，这里生活着世界上最多的大熊猫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、都江堰熊猫谷、都江堰中华大熊猫院和卧龙神树坪大熊猫基地，这4处都是大家比较喜欢去观看大熊猫的地方。今天我们选择的是都江堰中华大熊猫院，这里是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，有着很多的大熊猫数量，可以看到它们各种迷人的姿态。都江堰中华大熊猫院距离成都市中心大约70公里，郁郁葱葱的冷箭竹林，空气中弥漫着竹子的清香。大熊猫摇头摆臀，一前一后的缓缓走出，胖嘟嘟的身体，黑白分明的颜色，终于近距离地看到了它们可爱呆萌的样子。都江堰景区，这里距离都江堰中华大熊猫院大约18公里。都江堰始建于公元前256年，蜀郡太守李彬父子带领人们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。如今的都江堰山水城桥相融合，与嘴分水堤把岷江水一分为二，外江泄洪，内江灌溉，至今仍然灌溉着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。飞沙堰巧妙地利用离心力排沙泄洪，而宝瓶口作为引水的咽喉，这个位置是2级分流。窄窄的宝瓶口控制着水量，枯水期时水全部流入宝瓶口，丰水期或洪水的时候，多余的水会通过飞沙堰排向外江。亭台楼阁，古朴的建筑，植物茂盛，绿树成荫，脚下是奔腾的岷江水。古代智者用他们的智慧改变自然环境，让水患变沃土，荒野成天府。问到青城山，拜水都江堰，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，那么就顺道去一趟青城山吧。山不见我，我自去见山，领略这座被誉为中国道教第1山的魅力。3. 川西，这里是四川的西部地区，拥有着最美的自然风光。您有没有听说过九寨沟、四姑娘山、稻城亚丁、森林、雪山、草甸、湖泊？在川西这片横断峡谷与高原草甸交织的秘境，每年秋天，川西便会达到它的颜值巅峰，迎来一场极致的视觉享受，每一眼都是让人惊叹的大自然馈赠。这次川西的景点将会介绍九寨沟、四姑娘山、稻城亚丁。九寨沟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，距离成都市区约400公里。这里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景色，被人们称作人间仙境。五彩斑斓的湖泊如同散落在人间的宝石，清澈的湖水因矿物质含量和阳光折射，呈现出梦幻般的蓝绿色调。九寨沟海拔跨度比较大，从沟口的2000米到最高峰的4528米，使得这里的气候多变，时晴时雨。秋季是九寨沟最美的季节，10月初，秋色出现，郁郁葱葱的树林开始了黄绿渐变的进程。山是绿的，树是红黄的，天是蓝的，3种颜色在视野里撞出层次感，比油画都鲜活。再看水，青、蓝、绿、橙。九寨沟的水是一面镜子，清晰地映出水中画。飘落的树叶掉到水面，就像往调色盘里滴入2滴颜料。瀑布群是九寨沟的另一大景色，诺日朗瀑布宽达270米，倾泻而下的白色瀑布与五彩斑斓的树叶组成了绝美的景色。四姑娘山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，距离成都市区约190公里。
四姑娘山景区是由4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和3条沟组成。4座山峰从北到南呈一字排开，山间因场场冰雪覆盖，如同头披白纱的4位少女。四姑娘山的名字也是由此得来。当城市陷入盛夏的燥热，川西高原的四姑娘山正迎来1年中最诗意的季节。巍峨的山峰，翠绿的高山草地，清澈的溪流，茂密的森林。6月四姑娘山到处是盛开的野花，蔚蓝的天空，四周盎然绿意，触手可及。稻城亚丁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，距离成都市区约750公里。稻城亚丁景区主要由仙乃日、央麦勇、夏诺多吉3座神山和周围的河流、湖泊、高山草甸组成。来稻城亚丁游玩，眼睛是看到了天堂般的美景，身体却像下了地狱。风大，日夜温差大，空气稀薄，不要只怀疑是晕车，也有可能是您已经高山反应了。稻城亚丁海拔从2800米到6000米，很多地方都在4000米以上，对您的身体绝对是一场考验。观音慈悲线、文殊智慧线、金刚挑战线，慎重地选择一条适合的旅游线路，开始深度游玩稻城亚丁，领略这里的无垠风光。